好，那麼川普跟賴清德他有說會打，哦，那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說，總統已經充分掌握資訊了，說我們呢之間暢行無阻，目前沒接到電話，哦，接到電話一定是個大新聞啊。那另外呢還說你會邀川普來台灣嗎？說會，說呢如果川普打電話邀川普來台灣，這是很無聊了。如果要我來了要給他吃什麼？這就是他要給他吃什麼珍奶？哦，臭豆腐哈都可以的呢哈，我才不相信川普愛吃臭豆腐呢。好，那另外川普鬆口說會跟這個賴清德通電話，顧立雄說我們對軍購保持審慎樂觀，因為他打電話一定叫你不買或者少買軍購嘛，我們保持審慎樂觀。哦，那范雲說我們正面解讀突破歷史，這是好的哦，怕有人阻撓，一定會的，老公一定會阻撓的啦，啊，老公一定會阻撓。那另外呢？這個林佩強說：“哎，大家也都不知道，川普講說不可捉摸，而且川普不可捉摸，可能跟盧秀燕通電話，可能跟蔣萬安通電話，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每次跟盧秀燕、蔣萬安通什麼哈？那另外呢，如果他說我們偷晶片怎麼辦？林左水說，然後說如果問你要不要台灣獨立，林左水說避免中華民國台灣這個怪詞。我也覺得啊，中華民國台灣真的不必了。民進黨1999年的什麼台灣前途決議文吧。”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因為現在憲法叫中華民國，我們就叫中華民國。那所以他們常常講說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老公說你這個台獨，哦，那其實從某個角度，民進黨也沒有宣布台獨了。但老公為什麼要台獨呢？就你把台灣放的說你是個獨立的國家嘛。如果你說中華民國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1912年就是中華民國第1年，它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本來就是啊。老公能否認嗎？我比你還先呢，那你非要在這後面再夾帶一個台灣，那你就中華民國就好了嘛？國民就是中華民國，我們在台灣沒有問題，我們都台灣人也沒問題。但是我們的國民憲法就是中華民國，這也不願意講，一定要這是總統那個520講了1次中華民國，李彥就給他算，講了1次哦，然後50次台灣。那你拼命每天講說我不是，那你整個的表現，人家就會認為你是嘛？哦，那你又實際上你又不是，又被認為你是，又搞得要台海擾攘不安，又不斷的花錢去買軍備，你到底聰明在什麼地方？除了政治上可能有些利益以外，好吧？賴清德說攀附川普2年，結果呢搞了就聽美國的話了，換到只是那個 place， 還有 they 跟那個人哦。那國安團隊說美國政策沒變。所以他們就說，愚蠢又危險啊！好，我們看一下，台灣是個問題嗎？台灣不是問題，所以如果說麻煩的製造者，遭此令差異可不小。提到台灣事務，中心用詞會用台灣 issue 台灣議題，中國外交部使用台灣 question 用詞，從中共立場出發，要解決台灣問題。雖然川普的台灣 problem 可被翻譯成台灣問題，但學者指出此問題的定義差異很大。學者不排除川普也是兩面手法，一來美台總統若通話恐怕刺激北京，但用 problem 一詞能安撫，卻也施壓台灣。不卑不亢，維持現狀。那台灣不是問題，製造問題的絕對不會是台灣。好，那中國在第一島鏈製造各式各樣的問題，中國才是問題。傳來若真通話，何時談？怎麼談？目前呢，我們沒有接到任何相關的一個通話。如果有通話的話，也會來跟大家來說明。駐美代表處表示，有進一步消息將由美方宣布。只是川普也說，會否點頭140億美元的軍購，就等川賴通話再說。在對台的政策不變的情況之下，我想我們對於軍購還是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如今的國安高層們剛好也橫跨蔡賴時代，只是接下來面對的可不是當年的川普。來，美玲。其實，川普到底會不會打這通電話？我想真的沒有人知道。但甚至於很多的專家也無法判斷為什麼，因為川普的個性真的太詭譎多變了哈。他今天可能說他要打電話給你，他明天可能跟你講這個講那個。但是我們要知道哦，我覺得看這一次就是川習會後，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川普他就是公開說，他說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獨，然後他又說我也不希望有台獨是人家說我們美國在後面撐腰。那甚至於他還說台灣就那個地方，我要跟他。我其實覺得剛剛佩祥講得
很可愛，對嗎？他說我要跟他嘛，這個他搞不好真的不是賴清德哦，所以他剛剛那個講法，也許這通電話打給盧秀燕也不一定，盧秀燕不是才剛從美國回來嘛，哦，那當然就我們在看這件事情，我就發現說，其實中國大陸我從以前到現在常常在講說啊，你們不要這個以美謀獨，以美謀獨，所以呢，某些時候看現在川普在講的話，跟這個習近平跟中國大陸講的話，感覺好像不謀而合了哦。那這些講的話，某些程度上、某些時間上看起來好像也是要講給中共當局聽的哦。那當然了，在這一次呢，一個重點就是对台軍售這件事情哦。那川普也直白的說了，這個軍售這件事情就是我跟中國大陸談判的最好的籌碼哦。那把我們過去在講說美中談判台灣是棋子的這件事情，就把它赤裸裸拿到台面上來講，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其實蠻悲哀的一件事情，讓我們其實應該是蠻憤慨、蠻難過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們整個賴清德政府沒有吭一句話，只有用一句話輕輕的帶過，說啊沒有啊，我看到的是美國對台政策不變，其他通通無話可說哦。那甚至於哦，我們都知道這一次的軍售到最後，其實我們通過的是7800億，分2階段，只要有這個發價出來都 OK。那剩下那4700億，不管是這個這個在這個軍售上面有很多爭議，上面這4700沒有通過嘛啊。可是你看賴清德還說，我們現在要再提這個特別預算，或者是用這個我們的這預算來把它增加，這個川普已經講了哦，這個軍售這個軍購是他跟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那現在他打這通電話，大部分人都預估說他可能叫你說啊，其實我們可能沒辦法賣，你要減少。跟我們一股勁的還說要增加，我們就巴不得要把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這個籌碼再多給他一些，難道不是這樣嗎？哦，那剛剛我聽自己在講說，自己一直在提說這個世界局勢的變化，世界局勢。可是現在世界局勢是什麼？你看我們剛剛前一題提到的，繼美國川普總統去過之後，那普丁也去了。可是，在之前去年，英國、法國其實都往中國大陸去交流、去訪問。如果要看這個世界局勢，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現在大國的這整個關係，甚至於不管是民主國家也好、威權體制也好，大家紛紛都會去跟中國大陸交流。那這個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局勢，不只是外交而已，恐怕也是一個整個全世界這個權力的一個重組哦。所以，我想從這個地方去看哦，不管今天到底這通電話有通沒有通，我覺得它當然有它意義在。可是我們更要注意的是，川普他這麼多變，那他所有注重的不只是美國的利益而已，而是川普所認為的川普價值利益才是優先的。所以，我們自己如果還是把所有的雞蛋通通放在美国這個籃子裡面，而包括這一次我們這個鄭麗文從這個回來之後，其實中國大陸釋出很多的善意，但我們要麼就是不回，要麼就是解讀為惡意。我真的覺得大可不必這樣，適度的去交流，絕對是比未來的交惡好。來藍建要補充。對，我是覺得這個目前看起來然後我覺得就算說這個川普不打這個電話，他一定會找人代話。就因為目前他在跟這個中國大陸習近平見面之後的一個承諾，這個默契，就是彼此之間顯然說了很多相關的一些默契當中的清單。你做了一動，我就給你一些。你再做一動，我再給你一些。所以呢，先前當這個川普講到說，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台獨，而且我不希望看到有人是因為以為美國在後面撐腰，所以台獨。後來這個中方就已經說了，第一個什麼大豆啊，什麼這個農產品啊，這個相關的一些內容就已經開始出來了。先前是沒有金額的，有些金額就已經出來了。然後連呢這個相關的一些美國要賣石油給這個中國也開始出來，中國要買美國的石油也開始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話，很顯然的，他下面一段就必須要再做，因為看起來他就可以入袋為安了。對於川普來說的話呢，他接下來的一些選舉所需要的一些籌碼啦、選票啦、大禮包啦，就陸陸續續來了。所以接下來的話呢，不管他自己打電話還是找人帶話，他就會告訴你說，我不會再賣你那麼多軍備了，不是嗎？那所以我覺得對於台灣來說的話，當然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在說啊，你可以說討論說啊，以後會不會接到這個電話啦？而且當初的話呢，是蔡英文打過去，這次是川普打過來，哇，那這個當然茲事體大，一定是個歷史上的事件。但重點在於說，不管你有沒有接到這個電話，不管是不是透過他自己打電話來，我們怎麼因應嘛？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民進黨政府還有賴清德都說一中政策不變，是這樣子嗎？美國一不但重申，你就騙自己說不變，他說你不希望你台獨就已經變了呀。他已經講說你是那個人，我就告訴你說，你這個民進黨部分讓目前看起來美中之間已經成為一個 problem。這個對於川普的認知來說，你是 problem， 你不是 issue。我覺得這麼上就已經變了。那更何況是過去這段時間是民進党不斷的施壓在野，說你看你這個軍購的預算都不過，你們呢都不愛台灣。現在不愛台灣的是川普不是在野黨今天川普要打電話來，或者他不打電話來帶話來，是要告訴你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雖然說這個西方世界跟東方世界或者制度當中，民主跟共產是一個團對抗，但是現在擺明的是美國需要中國啊，這是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川習見面的重點嘛，就美國需要中國，這些跟過去很不一樣。當美國需要中國的時候，我只好拿台灣來換。所以這時候你還說都沒有變，我真的覺得民進黨不要那麼阿 Q， 不要那麼的鴕鳥。你說沒變，事實上真變了。所以事實上賴清德不應該在乎是不是接這個電話，以及接電話怎麼說。你要告訴台灣人，你要告訴有本事你去扭轉美國，扭轉中國大陸，說我的站在這個立場就通通的是對的，我的台獨不叫台獨，那不就不是這個樣子嗎？所以我覺得他得要回答這個問題，才是真正的配當中華民國總統。我們下一節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你就想哈。川普只丟了一個，我可能會打電話。台灣今天報紙頭版頭條，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話題，你就知道哈，推一個題目給你，還不見得真的打。哇，已經搞得全世界，還不止台灣哦，還不止兩岸哦，全世界關心這個話題。休息再回來。當然。好，整個事情的原型就看川普去看習近平訪問，習近平就談了一個晚上跟他談台灣問題，所以川普現在所有知道台灣就是習近平那個晚上給他教育，好，所以那個也不見得是正確，但是他那怎麼辦呢？那習近平就說不要賣武器，意思就是說呢，台獨因為民進黨要以美靠着你賣武器，所以搞台獨，那台獨呢就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大概習近平是這樣講的。那川普就講說，哎呦，真的台獨，那台灣要打仗嗎？台獨是要去打仗嗎？哦，那打仗你們自己打，對不對？你們準備好了嗎？我美國可不幫你打，因為我離你9500英里啊，9500里乘1.60公里啊，將近15000公里啊。那台灣最窄的地方只有60公里英里左右啊，所以100公里左右啊。所以這種情況下，我不派兵啊，要打你台獨你自己去打。那你幹嘛買武器呢？哦，武器啊，那我會跟他談一談，因為他本來第二批發價書140億說。其他大部分都搞完了，現在白宮還沒批，就等川普回來。那問題是，川普9月24號又邀了習近平夫婦去美國訪問了。那顯然這個日期是討論過了，我不會丟一個時間，就這一天嘛，還公布了。那為什麼去呢？就是幫川普助選嘛。期中選舉11月啊，習近平去一定要帶大禮包啊，買這個買那個買這個黃豆買多少，這個波音再多買100-200架，然後呢，這個什麼大豆啊、牛肉啊，一大堆亂買一通。對美國來講，對川普來講，對很有幫助啊，選舉很有幫助啊。那這個時候，習近平叫你不要賣武器，你賣嗎？你自己想想看，他會賣你嗎？會增加嗎？所以有人講說，就算賣，可能也拖到秋季以後，哦，就不要這麼快當場打臉人家嘛。但是記者就會追了。那你既然在大陸說你要跟那個人通電話，你通不通呢？這是很大的事情啊。那川普只好啊，通了。不過我會跟 everybody 通，你到底是跟誰通啊？哦，然後要講些什麼？那這當然引起他的矚目嘛。所以今天賴清德也被問了，他說如果川普跟我通電話，我要講4點，台海和平啊，隨時破壞怎樣一大堆。哦，連總統府秘書長還要請他喝奶茶、吃臭豆腐。香龍，川普會不會來？因為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除了一方面我們失去了一個新聞工作的觀點，就是其實你看那條新聞的時候，其實是在新聞記者幾乎把框架都設好了，只把川普的一個不精準的回答套進去之後，就構成了一個川普好像要跟台灣總統賴清德通話的這樣的一條新聞。那個新聞在我們新聞工作上面來說，基本上面都是先射箭再畫靶的假新聞。記者不常這樣嘛？对，就是靠個套，叫你套，沒有錯，就是記者常常幹這種事情。那個新聞是沒有意義的，但如果它有意義，就是它起碼讓台灣的深綠的媒體跟政治人物嗨了一天。這一天你可以看得到台灣的政治極端的幼稚，而極端的幼稚的政治就是台灣最大的風險。今天對川普曾經接過蔡英文的電話，那是他在不小心當選。坦白講，在當時的川普，對於不要說呢兩岸這政治，對國際政治基本上近乎白痴的情況下面，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在當時的公關公司打通環節，他連對方那個人到底有什麼敏感性都不知道，那是公關公司操作出來的。好吧，你接了蔡英文電話，可是畢竟在當時接蔡英文電話的時候，
當時的川普還沒有就任，他只是一個當選但是還沒有就任的總統，接了蔡英文哈拉幾句。如果真的可以接，之後蔡英文的軍火買少了嗎？但是沒有再接過。第二個就是說，台灣在判斷台美關係的時候，千萬不要進到就是政治人物的口水的那種的興奮的口水亂噴裡面。你知道，川普現在不只是川普的家人，川普的副總統，川普的國務卿，川普的副國務卿，川普的國防部長，川普的副國防部長，川普的28個閣員，沒有一個來過台灣的。這在1979年之後的美國的政治史的歷任的政府裡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一個都沒有來過。以前的環保部長怎麼還來過？以前會啊，以前你這個時候，如果你仍然浪漫的以為有可能的下一次呢，又出現一個裴洛西，就算這2天你聽到美國眾議院的議長江森，他可能對軍售的問題，他有一個所謂的眾議院的立場，因為眾議員全部都要選嘛，包括這些江森都要選。他如果呢講一些跟白宮立場不同的話，不奇怪。何況台灣所有在美國的力量全部都在眾議院跟少部分參議院裡面，台灣連線是最大的聯誼組織，發動幾個議員講場面話是辦得到的。但是這個案子現在在川普的桌子上面，我剛剛說，當你想到這些人沒有一個來過台灣，就算呢台灣現在是呢全世界最主要的晶片半導體的產地，每天都在講台灣偷了他的晶片，台灣多麼重要，但是這些人都沒有來，也沒有想到2.0上來的時候呢要來台灣走走看看，都沒有。甚至於呢台灣的這些的官員出門也沒有呢從一個比較不政治的角度，在科技商業等等的領域裡面跟台灣有些互動，都沒有。現在的川普的2.0的政府是歷來對台灣最保守，在政治上面最謹慎、最保守的政府。第二，剛剛志傑兄提到，就志傑兄當然是資深的委員，志傑兄認為台灣今天呢站在呢民主陣營的一邊，如何，我也尊重了。雖然台灣現在就剩下12個邦交國，平常呢會跟台灣的能夠呢勾得上邊的呢，勉強就是美國呢跟以色列了。重點是說，今天地球上面的所有的主要的民主國家都是在排隊往中國走，而不是往台灣走。那請問你所謂的民主在支持台灣，它的邏輯在哪裡？好，那我們看現在的這種，就是你很簡單講，剛主持人問說他到底會不會打？他當然不會打，怎麼可能會有？川普怎麼可能會有跟賴清德現階段以美國現任總統跟了台灣現任領導人身份通電話的可能性？我跟你說是0，不用想太多，就是0。不管你看到的是哪一家媒體在告訴你說呢，他們有可能會通話，你就把那台電視給封了，你就把它關了，你就不用看了，因為呢都在鬼扯一通。今天呢，川普呢，所有花了這麼多的精神，他的政府部門，他的 Rubio， 他的赫格塞斯，他帶了呢18羅漢，帶了他的主要的这些重要的重量级的这些企業的首腦到北京3天2夜，你以為他在幹什麼？最後他用附送對表的方式，把北京說的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把這幾個字呢再重新讀一下，什麼叫做戰略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那已經不是牛肉大豆波音的問題，這2天連油跟天然氣。液化天然氣都已經在海上了。你認為今天的美國川普在飛機上面，或者是接受媒體訪問講的，他呢不會呢為台獨而戰，他不支持台獨？你認為他這些的表述，在台灣沒有任何一個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不管叫做總統、副總統、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者說呢總統府秘書長，為什麼你們沒有一個人在說話的時候敢把這2句話再複誦一遍？520的就職演說，你閃躲，我完全能理解，因為你年底有選舉嘛。你如果今天呢，因為川普講的話呢，你完全縮回去了。從過去很勇敢的戰略清晰的兩岸呢一邊一國的新兩國論，到去年兩岸呢是呢敵對關係都已經講出來了，都已經呢17項的措施呢都已經開始在這島內呢到處呢抓匪諜，都搞到這個樣子了。賴清德不會說回去。
去，我能理解縮回去了之後，我簡單台北市長的候選人呢？請問沈伯洋怎麼辦？沈伯洋是抗中保台的代表性的英雄啊，是呢所有的青鳥。黑熊的代表性的人物，你能說得回去嗎？你說不回去，我能理解。但是如果因此想要去呢，讓呢群眾繼續呢吃迷幻藥的假嗨，那種的假嗨，認為說我正在等電話，我正在等爸爸電話，爸爸就要打電話給我了，我很高興。你到底在想什麼呢？除非呢美國，除非呢川普之前所有的訪中的安排。基本上面呢，全部都是戰略上面的錯置，基本上面呢都是在鬼扯。9月24號，他也不期待呢習近平呢再做任何的訪問，否則今天我們所有看到的新聞，除了零以外，不會有第二種可能的。志杰兄，我想哈，這一通電話，坦白講，我一開始就說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打，一通電話不如持續對話。啊，那剛香龍兄提到說這個邏輯，民主國家跟共產國家的邏輯，我覺得邏輯很簡單了。你看為什麼海峽、台灣海峽現在我們美國、英國、法國他們的船都會軍艦都會這樣子在這邊經過啊？那你包括美日印澳這個戰略聯盟啊，事實上台灣海峽這個你像荷姆茲海峽，美國現在去控管荷姆茲海峽，那台灣海峽，美國當然不希望說這是。世界的是中國的內海啊，世界各國都不希望台灣海峽是中國的內海啊，都希望說這是大家都可以走的路嘛，啊，所以我是覺得，當然川普說的像一通電話也不是我們賴清德說的啊，是川普自己說的啊，引起這一艘波動也不是我們去惹起這一波漣漪嘛，啊，也是他說的啊，啊，所以我是覺得說啊，川普個性雖然詭譎不變了啊，詭譎多變不按牌理出牌，但是我覺得。美國還是有他美國的思想的啦。當時川普跟拜登在選舉的時候，坦白講，我是比較支持川普，我很怕拜登比較親中。但拜登當選以後，拜登還是一樣持續跟中國保持一定的那個貿易的戰爭嘛。啊，那你現在川普2.0，他這些前一陣子對這些共產國家、集權國家出手也是有他的道理嘛。那現在他跟中國，當然就是說，你今天當然要選舉了啦，他們美國要選舉，但是。習近平現在比川普更弱了，啊，我覺得真的我們接到這通電話，我還覺得還不錯啊。川普會說你們台灣不要軍售嗎？我不會，我認為不會。川普會說，哎，你在買 OK 啊？你請你們國民黨人要支持我們的軍售啊？我覺得不見得像你們說的這樣啊。像我說還一天不止一天了，可以好幾天。因為川普也沒說哪時候要打，如果他說20小時要打，還一天，他們沒講，隨時都有可能啊，這是一個。他說的不要台獨，是說他不希望台獨，也不希望統一嘛。他也不是不愛台灣嘛。他是說你因為統一，你如果要統一，我不要派你，你要喊台獨，我不派軍去啊。我現在又不喊台獨啊。對嘛？是的，沒錯了。但是意思就是說，川普也講說，如果說維持現狀。大概習近平會接受，他是猜的了哈，可能怎麼？我也可以接受，我們也可以接受啊。你們就天天要，真的是不喊台獨，你們要廢除台獨黨綱嗎？不，除了沒有台獨黨綱啊。除了這個以外，現在台灣前途決議，除了這個以外是那個沒有，現在沒有台獨黨綱。除了這個以外，你們就講說，我們就是前途決議，也不需要喊台獨啊。好了，我的意思說，那就喊出來，就是我們就是中華民國，有那麼難嗎？可以啊，我現在可以喊，你可以。賴清德非要，你看他昨天要講中華民國，他昨天講1次，他那個520很重要，講了台灣50次。中華民國台灣2次，李彥秀給他統計的，我是沒去統計這個東西了，我覺得不花那麼多時間，但是人家統計的就這樣，那你就大大方方開大門走大路，不要在那個借殼上市，這麼搖來搖去，這麼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中間搞過來搞過去，你既然知道搞不成，就明講搞不成就算了，我就是中華民國。我的名字叫中華民國，1921年就是中華民国，不是很簡單？中華民國早就是一個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OK，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接受，中華民國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現在也是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這個我們都可以接受啊。它是因為世界在看台灣，跟看中華民國，跟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會被中國混淆嘛？不會，所以我們才會說中華民國再加個台灣，讓人家知道說我們不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國號類似。是你們比較想混淆大家吧？不是了，沒有，我覺得中華民國台灣 OK 啊，不，中華民國也 OK 啊。好，我跟你講哈，這個國語哈還比較會混淆，英文怎麼會混淆呢 ？ROC、PRC。清清楚楚，完全不同嘛，所以你基本上，而且我們早嘛，北京能夠否認中華民國，早就是
他一直講說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經過10次革命，對不對？然後創立了中華民國，北京不能否認嘛。但你非要在後面加個台灣，搞過來搞過去，讓人家抓到嘛，何必呢？北京連華獨都不能接受。那不管他接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是我告訴你，我就是中華民國大丈夫，這個这個什麼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中華民國，有那麼困難嗎？休息一下再回來。